您知道吗？过度的喜悦呀，也会伤害到您的心脏。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极度的喜悦是怎样影响你的心脏的，以及呢，我们如何在夏季保持平衡和健康。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是杨医师。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喜伤心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将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呢进行探讨，在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心脏的健康我们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一看。在中医理论当中喜它是七情之一喜怒忧思悲恐惊，指的是极度的兴奋和快乐的情绪适度的喜悦呢有助于我们心情舒畅和身体健康，但是过度的兴奋和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呢会对我们心脏产生不利的影响。中医讲心主神明认为呢过度的喜悦呢会导致心气涣散心神不宁，甚至心血瘀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我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位李先生，他在工作中意外的晋升，这让他非常高兴。但是呢这种过度的喜悦让他出现了心悸、失眠甚至焦虑的症状。当然了，通过中医的调理呢，他慢慢的恢复了健康。因为过度的这个喜悦，它会造成所谓的气机失调，导致气滞血瘀。除了心脏呢，它还会影响到身体其他部分的正常功能。好在呢，只是一个能量的变化，所以呢，很容易通过中医的办法来进行调理和恢复。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极度的喜悦也会通过我们生理的机制影响到心脏的健康。首先呢，它会让交感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这些呢是身体对兴奋状态的一种正常反应。但是频繁的、长期的或者是突然的出现很大的这样一个兴奋状态的话，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特别是已经有高血压、粥样动脉硬化的病人容易诱发心肌梗死。一位叫安娜的女士，她在彩票中奖以后呢，突然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甚至一度出现胸痛、胸闷的状态。这时候呢，她的开心就变成了一种极度的恐慌和紧张。所以呢，管理好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如果频繁的或者长期的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特别是造成高血压、粥脉动脉硬化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调控我们的情绪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通过积极的精神信仰来理解我们的得失，才能够真正的保持内心的平静，也是呢预防喜伤心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东西方在精神方面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教导。比如说圣经里面就教导人们要谦卑，要知道感恩要知道在简单的祝福中找到喜悦。他特别强调了我们内心的平静，对神的信任。我们刚才讲的那位安娜女士，当她出现这个症状以后她就开始去祈祷、去感恩，从而得到一个内心的平静。这个西方有个斯多格哲学这个斯多格哲学呢，它比较强调关注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接受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这样的练习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欣赏我们眼下的状态。所以人们可以通过采用这个斯多格的哲学原则，在生活的起伏中呢找到宁静。在东方的这个信仰当中呢，也有很多有益的教导。佛教有一个世事无常的概念希望我们对物质的欲望减少，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也就是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一个传统的概念。我们刚才说这个李先生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学习怎么样看待自己得失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道家老子的这个智慧特别讲究我们要有一种柔和或者顺应的一种重要性。那么他也是讲顺其自然，不太去追求物质的东西。在我接触的很多朋友当中，他们通过现代的一些修行方法包括法轮大法来理解得和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
得就是失，失就是得，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可值得特别兴奋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伤心的事情，因此呢也能够保持一种心态的平衡。其他呢对喜伤心的调理呢，可以通过饮食我们现在的夏天嘛，绿豆汤、莲子汤、百合汤、银耳汤，这些呢都可以清热养心。所谓的清热，实际上就是我们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激动的或者是炎性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态所以呢通过调整饮食呢，也可以来在这个过程中改善我们的心脏的健康稳定我们的情绪。那么刚才我们讲过保持心情的平静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家可以通过打坐呀练太极练气功来得到这样一个效果。其实这是不容易的我自己打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心要入静是非常难的，因为脑子里的事情太多，每天的事情太多，都让你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执着这时候呢心就不容易静下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反而显得这种打坐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要保证好睡眠睡眠呢是最养心养神的办法。所以呢建议大家呢保持自己睡眠的节奏不仅要睡够时间，而且要在最好的时间睡眠。我们以前讲过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从11点到3点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是最重要的。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心脏的自我保健。现代医学做了很多研究，说这个正念冥想呼吸瑜伽气功都有助于减轻我们的压力。我们刚才提到那位安娜女士她就开始通过用打坐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压力和情绪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的锻炼、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事情，但是呢它都对我们的心脏健康非常有益，特别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季节。另外我们还要讲一个保护心脏的重要方法，叫做数字排毒，也就是限制我们大家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的时间。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一种刺激刺激的结果呢就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身体会产生很多毒素，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很多的应激的压力激素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做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ing， 实际上呢就是减少看手机看视频的时间。大家通过传统的中医和现代医学方法，以及我们积极的一种精神信仰，那么可以呢让我们享受生活中的喜悦的同时还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身体的平衡。我们说这个心平气和是健康和长寿的关键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这些建议呢保护好自己心脏的健康。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